我之前有在粉专分享过一个年轻女孩找我治疗肩痛的故事。她一直哀说她的肩膀上面酸痛到好像一直有人坐在上面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啊？听完她的话后，我半开玩笑的问：“然后啊，你是不是有用按摩球放松？结果反而越来越酸啊？”她很惊讶的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的啊？”因为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好几十遍了。如果你的肩膀跟那位女孩一样，左肩痛完右肩痛，右肩痛完又变成左肩痛，休息还有放松都没办法缓解的话，那这部影片就能让你知道为什么会酸痛，还能救救你紧到不行的肩膀哦。经常遇到肩膀酸痛的病人，我都会先快速的做动态评估，还有静态评估。果然啊，在他的肩胛骨找到两个很常出现的问题，一个动态，一个静态，我们一个一个看。首先是动态的部分，他的肩胛骨上旋不足。动态评估的时候，我都会请患者先举手。这个动作啊是要观察肩胛骨有没有上旋，也就是下脚往外旋转的这个动作。肩胛骨旋转不够的话，就是肩胛骨上旋的肌肉出问题了。这些肌肉分别是上斜方肌、前锯肌，还有下斜方肌，它们要一起出力，才能让肩胛骨顺利的完成举手的动作。但这位女生因为工作一直得久坐，平时啊也没有运动的习惯，所以她的前锯肌还有下斜方肌就越来越没有力气，举手只能靠着上斜方肌来代偿。上斜方肌的位置就是她经常觉得肩膀酸痛的地方了。不过想要解决这个酸痛的问题，不仅要放松上斜方肌哦，还要训练前锯肌还有下斜方肌，肌肉力量均衡了，就可以让上斜方肌不用再出来代偿，肩颈酸痛问题才不会反复发作。而练前锯肌最好的动作就是支撑加上推的动作，而练下斜方肌最好的动作就是举手加上夹背。我后面都会跟你分享要怎么样做这两个运动。那我们先继续评估的部分咯。还记得我刚刚有说要评估动态还有静态吗？动态找到问题了，接着就来看看静态的问题。肩颈酸痛最常见的静态问题就是肩胛骨离脊椎太远了。正常来说，我们的肩胛骨内缘离脊椎的距离大约是6到7公分，差不多啊就是3到4根手指头。但它的肩胛骨内缘却离脊椎将近有8公分呢。肩胛骨离脊椎越远，上斜方肌就越容易紧绷。那怎么理解肩胛骨和上斜方肌之间的关系呢？我带你做个小测试。测试之前，我们先来找找上斜方肌的位置。耸一下肩膀，找到肩膀还有脖子后面那块会凸起来的肌肉，那个啊就是上斜方肌。把右手放在左边肩膀上斜方肌上面，身体不动哦，左手往前延伸。你会发现肩膀往前移动的越多，上斜方肌就会越来越鼓，越来越僵硬。你看哦，我们打电脑还有滑手机，手都会往前伸嘛。肩膀越往前，肩胛骨就会离脊椎越远。如果肩胛骨一直停留在远离脊椎的位置，上斜方肌就会一直很紧。相反的，让肩胛骨回到靠近脊椎的位置，上斜方肌就能放松了。而要让肩胛骨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就得靠夹背的动作。夹背可以练到把肩胛骨拉回来的2大肌群：中下斜方肌还有菱形肌。你看，它们都是从脊椎连接到肩胛骨的肌肉。从肌肉的走向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肌肉缩短出力的时候，都有把肩胛骨拉进脊椎的功能。所以要让肩胛骨离脊椎近一点，这2条肌肉就要好好的训练哦。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醒，就是我常常说的，不要维持同样一个姿势太久。就算要工作30分钟，就要让肩膀前后左右这样画圈圈，这样可以增加上斜方肌的血液循环，避免不动造成的肩颈酸痛。接下来就要带你做能够放松上斜方肌的运动咯。这些运动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定会有点辛苦，但只要练对地方，1-2个礼拜之后，你肩膀上的压力就会越来越轻松咯。在开始运动前，如果还没订阅频道的同学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哦。有你的订阅可以帮我们走得更远。下犬伏地挺身推，一开始我们先来训练前锯肌。在所有训练前锯肌的动作里，我最推荐下犬式。4足跪姿，手腕放在肩膀下，膝盖在髋关节下。先把一只脚的膝盖往后伸直，大拇指踩稳，再把膝盖放下，这样就能先设定好一只脚的距离了。接着让另外一脚膝盖跟刚刚设定好的脚膝盖对齐，核心出力，膝盖离地，缩下巴，头顶长高，颈、胸、腰、骨盆要一直线哦。手臂保持伸直，腋下夹紧，缓慢下降胸椎，让胸口靠近地板，
手肘保持伸直，但不要过度伸展哦。这时两边的肩胛骨会互相靠近。接着手一边推地板，把自己往后面推，膝盖微弯打开，屁股朝天花板的方向往后推，尽量把屁股推到膝盖后面。这个动作跟下犬式很像，推到底停留3秒，回来。如果手腕会痛，没办法支撑太久的人，也可以改用手肘支撑。手肘将身体推起来，肩胛骨往两侧分开，一边推一边下犬式，让上臂尽量接近耳朵，维持3秒，再慢慢回来，反复12次，一天做3组。再来是训练下斜方肌，最常见的就是 Y 字训练。坐姿 Y 训练，一开始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坐在椅子前1/3的位置，双脚踩稳地面，缩下巴，头顶延伸，脊椎长高，核心稳定。接着从髋关节开始，身体前倾，保持背部平直，不要驼背哦，让胸口往前延伸，双手向前举起来，然后慢慢的打开，往斜上方延伸，呈现 Y 字形。注意手肘保持伸直，手掌朝内。但是要感觉动作是往远方延伸，不是只有手抬高哦。这动作的关键是让肩胛骨稳定的往下往内夹，不要耸肩。口令可以是让肩膀尽量往外远离耳朵，停留在最高处维持3秒，再慢慢的把手放下，回到起始的位置。动作过程中核心稳定，背部不要驼背。重复12下，一天做3组。中斜方肌训练，训练中斜方肌最好的运动就是俯卧水平外展。一开始趴在瑜伽垫上，一只手弯曲支撑在额头前方，颈部尽量放松，另一只手放在瑜伽垫的外侧，外展90度，大拇指朝向天空，手掌朝头顶。接着把整只手往天花板举起来，动作过程中手肘保持伸直，但不要锁死哦。重点是往远方带，不是单纯抬高。抬到最高点时停留3秒，慢慢回来。肩胛骨往脊椎的方向靠近，肩膀尽量远离耳朵，不要耸肩，感觉后背还有肩胛都有出力。整个过程中核心收紧出力，脖子放松，不要憋气哦。反复12下，每天做3组。熟悉之后手拿着水瓶，从0.5公斤开始，慢慢的增加重量。划船训练菱形肌，一开始坐在地板上，双脚膝盖伸直。如果伸直，大腿后侧会很紧，或者是骨盆会往后掉，那么你的膝盖可以稍微弯曲，拿一条弹力带绕过脚底，双手抓住两边。双手微微打开，2个拳头宽，手肘呈现90度，将弹力带往后拉。拉的过程中，手肘往后，肩膀也要跟着往后哦，不能变成手肘往后，肩膀往前哦。全程想着背上的肩胛骨往脊椎靠近，这样能够更好的练到菱形肌哦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影片的最后，我还想再多跟你分享一些缓解肩颈酸痛的方法。一个是平常可以多练习呼吸训练，让身体习惯用全扩张呼吸法，这样不但能减少用耸肩的方式呼吸，还能提升你的核心稳定性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全扩张呼吸法，可以来看看我这部影片，我会一步一步的带你操作。然后是经常放松上斜方肌，上斜方肌的特性就是很爱代偿，其他肌肉只要一松懈，它就会马上跳出来抢工作，所以上斜方肌也是很容易累积肌痛点的肌肉。但它其实不用，也不应该这么忙的。最好的方法还是把他的队友们训练起来，让他可以专心工作，好好休息。如果你经常肩颈酸痛，推荐你去看我这部影片《肩膀酸痛怎么按不好》，里面有很多放松肩颈的实用方法哦。从这部影片你可以知道，肩膀酸痛不是只有按压而已，还需要多多的训练背部的力量。
用运动才是解决根本问题最好的良药。恭喜看到这边的你已经开始接触到运动治疗的领域咯。其实啊，我自己也很爱放松肌肉，我也都会建议经常久坐的人可以每周按个2到3次，保持肌肉的血液循环，避免肌痛点产生。但我在放松的时候会思考这几个问题：是什么动作让这条肌肉这么累啊？是谁在偷懒让这条肌肉这么辛苦呢？每次只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你会发现原来运动治疗其实没有很难，只要你有在探索，加上有人跟你解释，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能学会。这部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那些肩颈痛到很像有人坐在肩膀上的朋友。你的分享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